全国各地的奔驰 4S 店啊，你车只要往那儿一停，插上电脑给你检测一下，张口就要收1、2千块钱。关键是有时候压根儿不用修，他们嘴上说的大问题其实就是个系统复位的事儿，撑死了5分钟，1分钱都不用花，连零件都不用换，更不用刷什么程序。说白了就是让车里的电脑清一清缓存，把之前记录的那些错误数据给抹掉。而且这事儿你自己在家门口就能搞定，连工具都不用买，只需要你的车钥匙再加你这双手就行。我这儿有13个免费的奔驰复位小技巧，修车师傅从来不会主动告诉你，因为每多一个人知道，他们就少挣1分钱。里头第一个方法最关键，能一次解决怠速、抖动、加速没劲儿、换挡顿挫这些烦人问题。13、胎压监测系统复位。奔驰仪表盘上那个胎压报警灯一亮，好多车主心里就咯噔一下。其实这玩意儿反而是最容易自己搞定的。你先照着油箱盖内侧贴纸的标准值，把4个轮胎的气压都打到正常值，一般打完气，灯自己就灭了。要是它还倔强的亮着，别慌，更不用急着往 4S 店跑。有些顾问会跟你说得重新编程传感器，听着挺唬人，其实根本不用花那钱。你只要启动车子，用方向盘上的按键调出仪表盘服务菜单，往下翻到胎压选项，点进去就能看到每个轮胎的实时胎压。再往下翻，屏幕会问是否将当前胎压设为新的参考值，确认一下，系统立马重启复位，搞定。老款车型操作也简单，按一下里程复位键，再用仪表盘上的加减键在菜单里选就行。全程30秒不到，不用电脑，不用跑修理厂，1分钱不花，省事儿又省心。12、换油后服务指示灯复位，这一项是让奔驰车主花最多冤枉钱的操作。不管是自己换机油，还是在外面的私人修理厂换完之后，时间一长，仪表盘上的 A 类服务或 B 类服务提醒就会一直亮着，缠你好几个星期。有些车主真的会开回 4S 店，就为了把这个提示清掉，而且有些 4S 店还会单独收一笔复位费。不同年份的车型操作步骤会有一点点差别，但核心方法适用于2005年以后生产的大部分奔驰车型。操作方法很简单，先把发动机关掉，不踩刹车，按一下启动键，让车辆进入1级点火状态，然后找到里程表的显示界面，接着按住方向盘上的接电话键，同时按住 OK 键，2个键一起按住，大约5秒钟。这时会出现一个隐藏菜单，显示已进入，从这里选中确认服务，选择你所用的机油标号，再确认一下。这样一来，服务计数器就会重置为0，那个烦人的提示也会消失。4S 店做这个操作收费大概在20到50美元之间，而你自己做1分钱都不用花。11、电动车窗初始化。凡是开奔驰的朋友，如果换过电瓶或者遇到过电瓶亏电，多半都经历过这种情况。新电瓶一装好，车窗的一键升降突然就不好使了，车窗还能手动控制，但那种一按就自动升到顶、降到底的方便功能没了。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打电话给 4S 店，店里当然乐意帮你重新编程，顺便收一笔服务费，但其实根本不用那么麻烦。真正的解决方法，每个车窗只要30秒就能搞定，操作特别简单。先按住车窗开关，把玻璃完全降到底，降到底之后别松手，继续按住2秒，然后再把玻璃升到顶，升到顶之后也别松开，同样再保持2秒，这样车窗的控制模块就会重新记住上下极限位置，一键升降功能立马恢复。每个车窗都重复一遍这个动作就行，不用工具，不用预约，1分钱都不用花。10、天窗同步，跟车窗一个路子。哥们儿，这天窗要是闹脾气，跟刚才说的车窗复位是一个道理。电瓶一断电，天窗就容易犯迷糊，关不严，开不全，或者那个翘起来通风的功能直接玩不转了。你去奔驰论坛里一看，一堆车主都在问这个，好多人还专门花钱去 4S 店修，其实答案早就写在随车的说明书里了，只是没人细看。怎么弄？特简单。1、用开关把天窗完全打开，等它停稳了，别松手，朝着开的方向再使劲按住2秒。2、然后再把它完全关上，等它停稳了，同样朝着关的方向再按住开关2秒。就这么2下，天窗的电脑就重新认识路了，知道哪儿是头哪儿是尾，立马恢复正常。要是更倒霉点，天窗卡在半中间，按开关根本没反应怎么办？这时候绝大多数人都想不到这招，去方向盘底下那个保险丝盒里找到管天窗的那个保险丝，拔下来等个5秒钟，再插回去，然后再重复上面那套同步动作，基本就能搞定。9、转向角传感器校准。不管你是刚做完4轮定位，换过轮胎，还是刚断过电瓶，有时候一启动车子，就会发现仪表盘上 ESP 或者牵引力控制的故障灯莫名其妙亮了。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完了，车坏了。这时候最开心的就是 4S 店的师傅，光检测费就收你150刀起步，可他们真正校准的时间比开张发票还短。
其实这事儿自己动手超简单，启动车子，方向盘往左打死，停1-2秒，再往右打死，停1-2秒，这样左右来回打满2次，最后回正方向上路开个2分钟左右。就这么一会儿功夫，系统就会自动完成转向角传感器的校准，故障灯自然就灭了。说白了，传感器根本没坏，只是迷路了，找不到基准位置。你左右打满方向，就是帮它重新认路，定个终点，问题直接解决。8. 电动座椅校准。如果你的奔驰车刚换完电瓶或者搭过电，电动座椅可能就闹脾气了，比如记忆位置存不住，头枕卡在最前面回不来，自动调节失灵，甚至某个方向怎么按都没反应。这时候去 4S 店，他们很可能会告诉你座椅电机坏了，修一下，没个300-500美元下不来。别急着掏钱，先试试这招。别启动发动机，只把钥匙拧到通电状态，也就是2档，然后按住座椅向下调节的按钮，让座椅一直降到底，别松手，再保持5秒。接着按向上的按钮升到最高，同样按住5秒。前后方向也一样，先推到最前按住5秒，再拉到最后按住5秒。这么做其实是让座椅的控制模块重新记录每个电机的活动范围。一旦极限位置被重置，记忆功能一般就能恢复正常，头枕也能动了。长按 M 键加你要存的数字键，听到滴一声，把喜欢的座位位置存好就搞定了。7. ESP 及牵引力控制复位。仪表盘突然跳出维修 ESP 或者维修牵引力控制的提示，别慌，这其实是奔驰车主经常碰到的情况，很多时候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很可能只是传感器一时抽风，电瓶电压有点低，或者刹车油不够了而已。先别急着花200美元去做检测，试试这个不用花钱的办法。把车熄火，方向盘向右打到底，打到打不动为止，再向左打到底，同样打到尽头，等个15秒，然后重新启动车子。如果提示消失了，那就说明只是小毛病引起的误报。要是还在，就再试下一步，把电瓶的负极拔掉，等20分钟再接回去，然后出去开个大概8公里、5英里左右。开车过程中，系统会自动重新校准。要是这2招都试过了，提示还在，那可能真是传感器或者线路出了问题，到时候再找修理厂也不迟。但绝大多数情况，问题只是出在控制模块的数据错乱，用这2个免费方法10有8九都能搞定。6. 空气悬架复位。配备了空气悬架 Airmatic 的奔驰车型可能会出现警示信息和车身高度异常的问题，看起来好像要花大价钱修，但有时候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复位就能解决。空气悬架系统靠电子水平传感器和专属控制模块控制的空气弹簧工作，这个控制模块会存储一些临时事件引发的故障码，比如高速驶过一个大坑，或者在陡坡上停了一整晚。基础复位方法很简单，关掉发动机，锁好车子，走开至少30秒，让系统完全断电，然后启动发动机，让车子怠速2到3分钟，不要移动。这时系统会尝试从中立位置重新校准车身高度，如果警示信息还在，就断开电池的负极接线柱，等15到20分钟再重新接上，然后再让车子怠速一会儿。这样做能清除存储的故障码，强制系统重新进行基准校准，解决软件故障和传感器临时失灵的问题。但如果车子明显某一侧下沉，或者空气压缩机一直运转不停，那就是硬件出问题了，复位是解决不了的。可令人惊讶的是，很多车主跳过这个免费的复位步骤，直接去花1500美元换减震器。在进入前5名技巧之前，说个小提醒，这个频道的数据显示，现在正在看视频的你们有超过80%都没有订阅，这意味着你们虽然来看内容，但算法没有理由给你们推送下一个视频。既然你们能看到这里，显然是在意如何让自己的奔驰正常运转又不被坑钱，点击订阅吧，这样就不会错过下一个实用技巧了。5. 变速箱自学习复位小妙招，你知道吗？你的奔驰变速箱其实挺聪明的，开久了会慢慢记住你的驾驶风格，然后自动调整换挡节奏来配合你。比如你平时开车比较温柔，变速箱就会跟着佛系起来，早早升档，压低转速。虽然这样能省点油，但车子反应会变慢，开起来总觉得闷闷的，油门踩下去软绵绵的，一点不爽快。不少车主一遇到这种情况，就以为是变速箱老化了，修车厂可能还会劝你换变速箱油，甚至罚体，动不动就是大几千。但其实很多时候，车子只是需要做个记忆清零，也就是变速箱自适应复位，方法超简单。1. 先熄火，钥匙拧到通电档，不踩刹车，按一下启动键也行。2. 油门一脚踩到底，要感觉到咔嗒一下的降档开关，保持30秒别松。3. 松开油门，关掉电源，钥匙不用拔，然后等2分钟，啥都别动。4. 正常启动，开出去溜一圈就行。这时候你会发现油门反应快了，换挡也利索了，变速箱就像刚出厂时那样干脆。之后它还会重新学习你的习惯，大概换挡40次左右就适应了。很多奔驰车主每个月都顺手做一次，就为让车子一直保持精神抖擞的状态。
不花1分钱，全程不到3分钟，试试看，说不定有惊喜。4. 钥匙、电池、警示灯复位。当你的奔驰车钥匙就是那个钥匙扣快没电的时候，仪表盘上会跳出来提醒你换电池。其实自己换电池超简单，30秒搞定，一块新电池也就几美元。不过有时候换完新电池，仪表盘上的提示还在那儿亮着，这就有点烦人了。4S 店可能会说需要重新编程匹配，但其实不用那么麻烦。你可以先试试这个办法，用备用钥匙启动车子，开一小段路，然后再换回原来的钥匙。很多时候这样循环一下，2把钥匙的提示灯就都灭了。要是手头没有备用钥匙也别急，把新电池从钥匙里取出来，然后每个按键都多按几次，把里面残留的电放干净，再把电池装回去。记得检查一下钥匙里面的金属触点干不干净，有没有和电池贴紧。装好之后，在车子旁边多锁车解锁几次，一般开个1-2个来回，就是启动开一段熄火，那个提示自己就消失了，根本用不着去修理厂插电脑。3. 电池注册复位。这个操作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但它特别重要。现在的新款奔驰都装了一个叫智能电池传感器 iBeeps 的东西，它就像电池的私人医生，随时监测电池的健康状况，好让充电系统按需调整。如果你换了新电池，却没告诉车子我换新电池了，系统还会傻傻的按照旧电池的状态去充电，结果呢，新电池要么充过头，要么充不够，不光影响油耗，还可能让新电池早早报废。有些车型可以在仪表盘的隐藏菜单里查看电池电压，简单看看健康状态是没问题的，但真要给新电池注册身份，还得靠专业诊断仪，网上买个基础款的 OBD2 诊断仪，支持奔驰的最低30美元就能搞定，插上去不到1分钟，新电池就注册好了。而同样的操作在 4S 店可能要收你75到125美元。这个30美元的小工具用一次就回本，而且除了注册电池，平时还能清故障码、读数据，特别实用。换电之后千万别省这一步，不注册就等于给一辆还在用普通模式的跑车加满高级汽油，硬件升级了，系统却不知道，性能根本发挥不出来。2. 完整 ECU 重置。如果你的奔驰同时冒出好几个小毛病，怠速陡、加速肉，偶尔还缺缸，油耗蹭蹭涨，8成是发动机电脑 ECU 里存的自适应数据跑偏了。车跑了几万公里后， ECU 会记下一堆自我调整的修正值，比如喷油量、怠速转速、进气量校准等等。但这些数据万一出错，或者你换了传感器却没清掉旧数据，发动机就会照着过时的参数跑，毛病自然就来了。完整的 ECU 重置能一口气清空所有跑偏的数据。操作前先准备方向盘打正，车窗全关，天窗合紧，手刹松开，关掉所有用电设备，包括音响、空调、车灯，车门保持解锁状态。准备好后，断开电瓶负极线，等至少15分钟。如果想清得更彻底，就把断开的负极线和正极线碰一下，接触2秒左右，放掉电容里残留的电，接着重新接回电瓶，注意先接正极，再接负极，点火后原地怠速至少5分钟。这期间别动车上任何按钮或设备。之后正常开个15至20英里，约24至32公里，让 ECU 重新学习发动机的基本参数。而要完全适应你的驾驶习惯，得再跑50至100英里，约80至160公里，最好包含市区、高速不同路况。重置完成后，记得重新做一遍之前提过的车窗初始化，天窗同步和转向角校准，这也是为什么它排第2而不是第1。它就像终极大招，能解决最多问题，但后续的收尾步骤也最多。1. 节气门与变速箱自适应复位。这是所有奔驰车主都该学会的最有价值的免费复位技巧，也是修理工最希望你们不知道的一个，毕竟你们不懂，他们才能赚钱。当你的奔驰起步发闷，油门响应明显有延迟，变速箱要么换挡太晚，要么换挡太早，而且开起来再也没有刚买时那么轻快，这个复位就能让驾驶体验回到新车状态。操作方法很简单，把钥匙转到2档或者不踩刹车，按一下启动键，确保所有附属设备都关掉，收音机、空调、车灯全都不要开，把油门踏板踩到底，保持5秒钟，踩着踏板不松开，把钥匙拧回关闭位置，不用拔出来，然后再松开油门踏板。坐在车里什么都不要碰，整整等2分钟，2分钟后启动发动机，正常开车就好。变化是立竿见影的，油门响应恢复到出厂时的灵敏程度，变速箱换挡干脆利落，再也不拖沓，加速也重新变得跟油门联动，没有了延迟感。你刚才做的操作就是把电子节气门系统和变速箱控制单元都复位到了出厂默认的自适应状态。其实 ECU 发动机控制单元会根据你长期的驾驶习惯慢慢调整各项参数，让油门和变速箱变得柔和。可几个月、几年下来，这种柔和会不断累积，到最后车子开起来就像少了20马力一样，没了劲儿。修理工们都知道这个技巧，当客户抱怨加速无力时，他们也会经常做这个操作。
不同的是，他们会先收一笔诊断费，假装排查问题，然后再做这个复位，最后给你开150到300美元的账单，而这整个操作只需要90秒，不用换任何零件，就这一个复位技巧，再加上我们前面讲的12个，一年下来能帮奔驰车主省下1000多美元的冤枉维修费。不用去 4S 店做那些没必要的项目，这些技巧全都不需要专用工具，也不会影响你的车辆保修，而每一个技巧都是 4S 店的服务顾问最不希望你们学会的。要是你想知道为什么奔驰 4S 店会害怕那些真正懂自己车子的车主，下一个视频就会揭秘，赶紧订阅，别错过了。